萧炎龙岛之行都有哪些收获？紫妍送他的龙皇骨甲、11具完美的天妖魁，以及突破到5星斗尊的实力，甚至还认识了一个实力强大、行事荒唐的老熟人。萧炎为了帮助紫妍炼化龙皇金层，没日没夜地输送异火，最终在紫妍血脉大成后陷入了昏迷。萧炎苏醒后刚想坐起来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坚硬的床被他生生按成一片粉末。萧炎发现自己的肉体力量似乎猛然间暴涨了许多，他的皮肤下隐隐有着淡淡的紫金色，看起来如同金属一般坚硬。他目光扫了扫，问竹离：紫妍呢？紫妍体内龙皇本源果的能量还未完全吸收，他将3大龙岛的人击溃后便再度闭关。萧炎有些失望，没见到紫妍那妮子，他心里总是有些放不下。紫妍在闭关前将一丝龙皇之力注入了萧炎的体内，并且还激活了萧炎当初服用的那些古龙精血。现在萧炎的肉体强悍程度并不逊色于一些斗尊级别的魔兽。竹离神神秘秘地让萧炎试着催动一下体内那股陌生的力量，龙皇之力可并非他想象的那般简单。萧炎凝定心神后，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传出一股酸痒的感觉，他心头一惊，连忙睁开双眼，只见他全身上下除了脑袋之外都浮现了无数紫金色的龙鳞，这些龙鳞如同甲衣一般，给人一种坚不可摧的感觉。竹离长老说这是龙鳞衣，是太虚古龙一族的族人都拥有的防御技能。不过萧炎身上的并不是寻常的龙鳞衣，而是最高等级的龙皇骨甲。有了龙皇骨甲，再加上萧炎本身的实力，即便是应接9天尊魔羽一掌，对他来说也只是小伤而已。萧炎收住脸上的震惊，好奇地握了握手掌，果然是好东西。6星以下的斗尊基本已经不能伤他分毫。得知青灵被竹离安排进了龙墓炼化吸收9头天蛇后，萧炎便决定在龙岛等他出关，但这么一来他就有些无聊。萧炎突然想起自己出勤过多快要报废的天妖魁，他连忙问竹离长老，龙岛附近可有什么雷霆聚集之地？竹离长老陷入沉吟，而后在萧炎惊喜的目光下点点头。东龙岛附近的虚无空间中的确有着一处雷霆聚集之地。漆黑的虚无空间中，萧炎盘坐在一条黑色巨龙头顶上，虚无空间随时都会出现空间崩塌，而且那无所不在的狂暴撕扯力也足以将斗尊强者撕裂成碎片。只有太虚古龙这一种族可以在其中随意翱翔。黑琴告诉萧炎，再过不久他们就要到虚空雷池了。据竹离长老所知，那里的空间颇为怪异，散发着一种天然性的吸力，让不少能量在此混乱凝聚，最后衍生出无数雷霆。这种凶险的地方，若非是萧炎强求，竹离也不会主动说出来。半晌后，萧炎感受到一种异常狂暴的能量，他缓缓自巨龙头顶站起，眼中满是震撼之色。出现在萧炎眼前的是一片将近1000丈庞大的雷池，果然是处险地。萧炎小哥，你确定你要在这里修炼？这里的能量让黑琴都感到胆颤心惊。萧炎点点头，这里定能让天妖魁完全修复，甚至那10具地妖魁也能借此强化到天妖魁的境界。黑琴说这段时间他会守在雷池外，直到萧炎修炼完毕，若是有什么意外，萧炎发个信号，他就进去救他。萧炎脚尖一点，冲进雷池，瞬间众多雷霆轰向萧炎。不过这些雷霆在接触到萧炎身上的异火后便立刻湮灭。雷霆之力虽说强悍，但比异火还是差了不少，这也是萧炎敢单独闯进雷池的资本。萧炎向着雷池深处走了近100丈，就停下了脚步。这里的雷霆之力已经相当浓郁，甚至给他一种若有若无的威压感。他在此盘腿坐下，放出千疮百孔的天妖魁。如今的天妖魁浑身上下都是凹陷，甚至有些地方都有着裂开的趋势。萧炎冷笑一声，这债他迟早要天明宗还了。萧炎袖袍一挥，将天妖魁推向不远处雷霆凝聚之地。天妖魁刚刚飞出，周遭的雷霆如同受到牵引一般疯狂地轰了过去。狂暴的雷霆在接触到天妖魁的身体时顷刻间消失不见。
暗淡的天妖葵以一种缓慢的速度逐渐变得璀璨，一些凹陷处也再度凸起。虽说修复的有些缓慢，但萧炎还是很满意。若是让他炼丹引来丹雷修复天妖葵的话，他怕是要累死。按照目前的速度，半个月内天妖葵就能彻底修复。萧炎将10具地妖葵也放了出来，11具傀儡围成圆形，将它包围在中心处。一道道粗大的雷霆不断轰击在傀儡身上。很快半个月就过去了，萧炎在这半个月中一直闭目修炼，吞噬古灵冷火让他一举飞跃到4星巅峰。而后他为了给紫炎炼化龙皇金层，持续不断的斗气消耗，再加上能量庞大的古龙精血以及紫炎遗留的龙皇之力，让萧炎在这半个月中隐隐有了突破的感觉。萧炎终止修炼是因为察觉到天妖葵的异常，天妖葵吸收的雷霆过多，他暗金色的皮肤上出现了一道裂缝。萧炎无奈地摇摇头，这具他亲手炼制的天妖葵受材料限制，并不能一直进化下去。他将天妖葵收入纳戒后，看向那10具已经出现金色斑点的地妖葵，这些傀儡是造化圣者所留，炼制的材料应该比他的好，就是不知他们的极限又在哪里。萧炎叹了口气，决定先等他们升级为天妖葵再说，到时候用它们组成阵法，应该能让他那具天妖葵的实力暴涨到7星甚至8星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萧炎的身体如同一个无底洞一般疯狂吸收能量。当雷霆漩涡散去后，萧炎猛地睁开双眼，他的脸和衣袍上都隐隐能够看到跳动的电芒，感受到属于5星斗尊的实力，萧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里还真是一处难得的福地和宝地。当看到那10具大成的天妖葵后，萧炎终于忍不住大笑出声。突然他心头一动，目光直直地看向雷霆深处，那里突然间传出一股极为剧烈的能量波动。就在他以为自己感应错了时，一道无形劲风爆射，这道劲风所到之处，恐怖的雷霆瞬间湮灭。只见一道极为狼狈的身影窜出，在他身后10几道漆黑的巨大雷霆紧随而来。萧炎头皮猛地一炸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。以他的实力，只要被那漆黑的雷霆沾染半点，怕是就会被轰得连渣都不剩。萧炎将速度施展到极致，他后方的人发现萧炎后，直直地朝着他追了过来。萧炎埋头狂奔时，他后方的人宛如鬼魅般出现在他身旁。前面的朋友，5星斗尊，你没搞错，这一点实力也敢来虚空雷池，你有没搞错？听到这道声音，萧炎气得想吐血。他好好的修炼，结果这家伙引来一通大麻烦不说，竟然还歧视他的实力。这老家伙看上去年龄颇大，一身袍服此刻破烂了大半。不过他虽然看起来很狼狈，但却给萧炎一种精力充沛的感觉。萧炎知道这人是个高人，且来历肯定不凡，但他现在实在是提不起半点兴趣，只想赶紧逃命，因为他能感觉到后方的漆黑雷霆离他越来越近。有没搞错？这些鬼东西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算了，小子，老夫先走一步啊！见那老家伙说跑就跑，萧炎怒骂了一句：“老混蛋！”萧炎冲出雷池后，一脸的后怕。他没想到雷池中也这么不安全，想必那深处定有着什么可怕的东西，不然的话也不会把刚才那老家伙撵得上蹿下跳。你有没搞错？凭这里的那些东西也想将老夫撵得上蹿下跳？如果不是担心出手会引起这片雷池暴动，老夫早就灭了那些东西。这道声音突然在萧炎耳边炸响，他猛地一惊，只见刚刚遇见的那个狼狈老头正瞪着眼睛盯着他。老头搓了搓手，他看萧炎虽然实力不行，但速度极快。雷池深处的那些生物极为奇异，它们由雷霆所凝聚，能够直接吸收，可是大补之物。他向萧炎发出申请，一起联手进去玩玩。萧炎连忙摇头，他可不想进去被一道雷轰死。老头撇了撇嘴，相见便是缘。他告诉萧炎自己姓芒，见萧炎没听说过自己，芒姓老者正想逼逼叨时，黑琴找了过来。芒老头不想见其他人，立刻消失。萧炎和黑琴离开后，芒老头再度出现。萧炎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。萧炎回到龙岛时，青灵也出关了。
虽说他并未完全将九头天蛇的灵魂彻底炼化，但九头天蛇已经难成气候，迟早会被他同化。经过这次闭关，青灵的实力已跃到了6星斗尊。萧炎想到自己辛辛苦苦才只是个5星斗尊，顿时心头有些不太平衡。调整好后，他便决定回星陨阁。紫妍一直没有出关，他也不能再久待下去了。至此，萧炎龙岛一行彻底结束。可以说，萧炎去哪里都不会走空，永远都是收获满满。